嗨，我是佑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那今天的内容是关于如何通过复利效应让财富倍数增长。看完这期视频，你将了解到如何借助复利的力量，在短时间内让财富指数增长，以及影响复利的因素有哪些和复利的投资策略。视频的最后，你也将知道如何去为自己设定让财富暴涨的复利计划。你是不是明明很努力工作，但赚的钱还是不够多，能存下来的钱更是少得可怜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起跑点和你一样，都是出自普通家庭的人，但他们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到财富自由，可以去环游世界，而你却感觉永远也存不够钱，要一直工作到死？那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利用你的主动收入，你没有利用复利来让钱生钱，快速扩大你的财富。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你不懂得复利的力量。很少有人知道，巴菲特一生中99%的财富都是在他50岁后赚到的。也就是说，在他50岁之前，他只挣到了一生中1%的钱，50岁之后才进入财富暴涨期。你肯定很好奇，为什么巴菲特99%的钱会是在50岁之后赚到的呢？试想一下，如果荷叶一天涨1倍，10天涨满整个池塘，请问几天涨满半个池塘？3、2、1是9天。因为一天涨1倍，10天涨满，第10天是第9天的1倍，所以第9天涨满一半的池塘。也就是说，第9天虽然只涨到一半，但第10天翻倍过后就满了。这就是复利效应的力量。复利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一开始的成果并不起眼，当发展到一定的阶段，到了一个临界点，就会呈爆发式的增长。10000小时定律也是一样，想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，需要10000小时。练习技能的前8000个小时看不出任何水平，可是再坚持练习2000个小时，你就能成为行业里顶尖的专家。复利也是一样，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出什么效果，如果继续坚持下去，后期的复利效果会让你惊讶。巴菲特就是利用了复利的力量实现了财富增长。但巴菲特真正令人折服的地方，并不是他懂得利用复利的效应让财富增值，而是他有办法维持每年都获得高收益长达几十年。那复利是什么呢？复利简单的解释就是利滚利，钱生钱，是指把上一期的本金和利息作为下一期的本金来计算利息，以这种连本带利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投资获利方式就是复利。复利会逐步放大收益，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呈现惊人的爆发力。单利是指本金固定，本金所产生的利息不会作为下一期的本金来计算利息。无论储存多久，获得的利息都不会增加，只能获得固定利息，所以单利没有让钱再生钱，这就是单利。复利和单利的区别就在于利息是否能作为下一期的本金参与计息。所谓的72法则就是以1%的复利来计算，经过7.2年以后，本金就会变成原来的1倍。我们在知道投资回报率的情况下，用72法则来计算本金翻倍的时间，也就是用72除以投资回报率，就等于翻倍所需要的时间。影响复利的因素有哪些呢？影响复利的因素有4个，分别是初始本金、收益率和复利的周期长短，以及复利的次数。初始资金越多，复利增长越快，获得的收益率越大，后期的差异也会越大。为了更好的利用和加快复利效应，你需要提高本金，也就是定期投入更多的钱去投资。当本金多了，利息就越多，那么下一期计息的本金就更多。只有本金不断的增加，才能加快复利的效应。收益率越高，复利效应越好。收益率对复利结果影响巨大，微小的收益率差异在短时间内虽然相差不大，但经过足够长的时间产生的差距是指数级别的。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投资知识，提高收益率。投资前先了解利率是高还是低，风险如何和成功率有多少，是否以复利计算的。复利的周期时间越短，效果越好，利滚利的速度越快，财富增长的速度也越快。复利的次数越多，效果越好，收益放大越明显，复利效应也会越明显。复利投资不仅需要钱，更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，除非赚到了你期望的财富，否则中间是不能取出来的。我们要如何借助复利的力量，在短时间内让财富指数增长呢？想要通过复利让财富快速的达到爆炸性成长，就需要本金增加，收益率提高，周期缩短，复利次数增加。难点就在于周期最多能缩到多短，按月还是按天？通过什么样的投资方式来提高收益率？复利几次后能达到财富增值的目标？如何获得更多的本金投入进去？只要把这4个问题想清楚了，我们才能更清楚的知道如何利用复利来致富。但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如何找到长期稳定高收益的盈利模式。
如果你的要求不高，每年只想赚个10%左右，那么可以考虑投资指数基金，也就是 ETF。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是 ETF， 可以去看看我的这个视频。如果你觉得以每年10%的收益率成长速度太慢，那么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快速复利计划。首先你得先想好最多可以拿多少闲钱来做投资，然后打算多少年实现这个目标，每个复利的周期时间是多久，以年为周期还是以月为周期，或者是以天为周期。有了一个明确的时间和周期时长，你就能知道复利的次数，然后再想想你能通过什么样的投资来获得稳定的收益率，收益率是多少。想好了这些，你就能算出在你设定的时间内，通过复利你能赚到多少的钱。为了让你更好的去理解复利的公式，我把这个复利的公式写成比较容易理解的意思，写在这里，你可以去看一下。从你开始工作到你退休，也不过25到38年的时间。如果你的投资回报率以年计算，每年10%的收益率，如果能持续保持下去，需要7.2年才能使资产翻倍。请问你一生中有多少个7年？如果你的初始资金不多，又按年收益率10%来投资，你真的能通过复利致富吗？所以每年10%的回报率肯定不会让你在短时间内快速致富。现在我们换个角度来说，如果你有1万块，以月作为复利周期，每个月可以获得30%的收益率，你知道3年后会变成多少钱吗？3年后，也就是36个月后，你的资产将变成1.26亿。如果你的初始资金是从10万开始，36个月后就变成12.6亿。但问题的关键是你如何在这36个月里每个月都获得30%的收益，也就是说你要如何找到长期稳定高收益的盈利模式。找到高收益的投资不难，重点是会识别背后的风险就很难。要想获得有效的复利回报，必须让长期投资的复合收益率是正的。亏损是复利的大忌，亏损会大幅削弱复利的效果，所以投资时要坚持不亏损本金的原则，做好止损策略。如果你还不知道如何有效的设置止损，可以去看看我的这个视频。如果你没有太多的本金，也没有能力做到短期内就是获得高收益，那么你只需要利用复利效应，有效的利用自己的资金，尽可能的为自己创造被动收入就行了。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被动收入，可以去看看这个视频。那复利的投资方式有哪些呢？最好的复利投资方式就是金融市场。在股市里，复利的投资策略有2种。第一种就是通过长期持有成长股来实现复利，买入一只高分红、高股息、高派息的成长股，然后长期持有，从而享受利滚利的收益。第二种就是利用所谓的牛熊周期，进行一个熊市布局、牛市获利的盈利策略，也就是在市场崩盘逢低买入、高价卖出，这样重复的操作，做到倍数增加财富的复利方式。在相对低估的情况下买入，能轻易的获得50%到100%的回报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样的回报要收多少年的利息才能收到？越年轻的投资人，未来遇到市场崩盘捡便宜的机会就越多。记住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，手上留有大量可以用来投资的存款，让你在市场恐慌时可以低价买入更好的公司的股票，并且我们要购买那种价格低于它真正价值的那种股票。就算是最好的投资品，购买的价格也应该要合理，并且要在价值被高估的时候果断的卖出。这样才是致富的核心。巴菲特采用集中投资策略，重仓持有少量的股票。无论你是用周期的复利方式，还是用长期持有成长股的复利方式，耐心是非常重要的。熬得住就出众，熬不住就出局。以后的视频中，我将继续介绍如何挑选低估值的成长股，以及如何做好牛熊周期的复利策略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，就记得订阅。复利最初的增长总是很难察觉到，在拐点来临之前，会在较长的时间里呈现缓慢的增长，一旦突破拐点，增长非常迅速，变化会巨大到让你惊讶，但维持长期稳定的复利非常困难。当你急躁或者失去信心的时候，就想想复利的曲线图。复利是投资者成功的必备利器，想通过复利致富，初始资金收益率、周期长短、复利次数这4项因素都很重要。当我们真正理解并利用复利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真正可以利用复利赚钱的时候。在复利的公式中，利率必须是稳定，
然后越早投资，复利的效果越好。还有就是定期投入更多的本金，也会加快复利的效果。我觉得关键的还是要找到能长期稳定获得高收益率的投资方法。复利如果配合杠杆，那么财富增长的速度会更快。下一期的内容是如何通过杠杆快速致富。如果你还没有关注这个频道，就记得关注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就为它点赞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见，拜拜。